28岁，来自湖北调酒师；小李26岁，来自广西，活动策划。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啊！女生在介绍的时候用了好几个多啊，认识很多年，多少年啊？认识有超过10年了。那谈恋爱谈了几年？谈恋爱5、6年。哦，时间不短了，应该彼此非常非常的了解，对吧？是已经很熟了。啊，那怎么还会出现你们现在说的这些问题呢？虽然说矛盾也不是什么大的矛盾，也没有平时我看节目的那些矛盾大，但是小问题累积成山的话，下一步该怎么走呢？我现在就不知道了。行，那我们就说说这些小问题呗。啊，在生活中嘛，每个人都会遇到很多不顺心啊、委屈的事情。是。那我不跟我的男朋友说，我跟谁说呢？啊。然后我就肯定说的一些事情嘛，我跟他说解决办法，他又不听。你们能举个例子吗？那是听着云里雾里的啊。就比如说嘛，我之前工作是住在宿舍里面的，然后我们宿舍就是几个女生嘛，5、6个吧，其中一对的男朋友就经常来宿舍里面找她聊一下天，吃一下宵夜什么的。有一次我就在洗手间里面洗澡，就是我习惯洗澡是不带长裙或者外套的，就是穿的比较少，就没法出来了。他们在外面聊天，我就一直在里面等着，就想等他们聊完了我再出去嘛。然后大概等了1个小时，在里面就挺郁闷的。然后出来之后就觉得有点委屈，我就跟他说嘛，如果他能安慰我一下、哄我一下，我就会很开心。然后没想到他就开始跟我讲道理。没有，我就觉得他干嘛不提醒一下外面的人呢？他就一点动静都没有，就在里面等着，不是他自己自找的吗？然后当时原话是这样的，他说：你自己没有去解决这件事情，然后让自己受委屈，你不是活该吗？可能说的有点严重，但是我就觉得他很活该啊。行。这个事儿一听我们就听明白了，你觉得没有起到一个男友的责任是吧？我就想说我把委屈说出来，你安慰我一下。我是想怎样去把这个事情解决掉，你可以之后跟他们说，你们这样以后能不能注意一点，毕竟是女生宿舍，男生去了本来就不好，你不说他们永远也不知道啊。是，你就别再给他讲道理了。就你为什么不是说跟他讲道理，我是说你下次或者说之后你跟别人讲一下，就不会再这样了。你看嘛，就连现在这么多人，他都要跟我先讲个对错，是我错了，我去认错，我跟你说我错了。我没有跟他针对错，他才会，他还不一定会哄我。我跟他说怎样去避免以后再避免遇到这样的事情，我是为了让你不受委屈啊，不是跟你针对错啊。但是在事情发生的当时，我只是心里很委屈，你男朋友还要来。就好像站在对面的阵营了，我就觉得我不能接受。说白了就是手划破了，您到底是先给他贴一创可贴，还是问他说你手怎么又不小心划破了？我跟你讲，你怎么不长记性啊？不就这意思吗？我跟他经常说事情嘛，他也都不怎么听我的啊。就他有一个同事嘛，我就听说过这个人风评不是太好，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不要跟他太亲密。我前一天刚说完话，后1个星期他就跟那个女的就关系特别好的样子，同吃同住啊。然后之后知道吗？重点是之后他自己也发现那个女生真的是就像我说的那样嘛。然后他再来跟我说，我就觉得你不听我的嘛，你又活该了。当时确实是这样子的，但是我觉得吧，一个女生而且还是我室友，我总听别人说的话，然后不去跟她接触，我怎么知道她是个好人还是坏人呢？我不是不让你们不接触啊，你们做同事就可以了，你要那么亲密干嘛呢？好，跳过。然后后面他永远都在跟我讲道理，要么就是把我闹哭了把我闹哭了，可好了，把我闹哭了，他就开始不理我了，你自己哭吧，哭完了然后我再跟你讲道理。那我只是要求他可能讲几句好话，抱一下我，很高吗？我的要求很高吗？不高。我们之间很多小事情，就比如说有一天下班了，然后外面很冷，我们俩一起走出去，就说好冷哦。你干嘛不说前面呢？就下班很冷嘛，回去。你也够矫情的了你。哎呦，我不是说矫情啊，就外面很冷嘛，我就跟他说，我说外面有点冷，你把外套带着。不拿呀，我不想拿。好啊，就一下楼出去就好冷啦。你为什么当时就帮他拿了不就得了吗？你还矫情。我跟他说了，他干嘛不拿呢？干嘛不听？因为我都穿了外套。他的心里想就是让你拿的嘛。原场面是这样的，我跟他说好冷啊，我认为的画面就是冷吗？我把外套脱给你啊。我跟你说了冷啊，你不拿衣服我干嘛要脱给你啊？你原话不是这样说的，原话如果是像你现在这么说，我就不会来这了。你说。他原话跟我说，还好我穿了外套，我不冷吗？我脱给你，我不冷吗？
我心里面会有个小本本，我其实说我好冷啊，其实想给他加分。如果你说我把衣服脱给你，然后我心里面就会觉得哦，男朋友好好哦，然后给他加5分，对对对，这样子现在就扣了吧。后来男朋友就自己感冒了，男朋友就在心里给女朋友减了5分。他还跟我说，他就干嘛要这样计分呢？我跟你说了，拿衣服是为你好，还是为我自己好？行了，你就听他说嘛，你听明白什么意思了吧？下次人家再说冷，就把衣服脱下来，不就没有啊？我为他好了，我让你把衣服带的是不想你冷啊，不是为我自己啊。再听一遍啊，我冷，不是真冷。是想让人把衣服给我，穿不穿是我的事儿，听明白了？那就是他矫情啊，那就矫情就矫情了呗，你听懂了没有啊？现在他不再跟你论谁矫情，他在论他的感情受了伤害，还没听明白，急死谁？你接着说啊，还有什么小事儿吗？有，最简单的一件事。主要看他那个账本有多厚，你知道吗？最简单的，我就叫他给我递瓶水，我态度很好啊，帮我拿瓶水过来，然后他就说等一下嘛。我就催他拿瓶水啊，然后就去拿了，然后拿了过来，就是脸上就写着我不耐烦，我想喝水我自己都不会拿，但是我还是给你拿了，你应该感恩戴德，你不要给我闹哦。水也给你拿了，你还要说我？你跟我说了，我说等一下嘛，你就等一下就好了，你干嘛还非要快点去啊？我不知道去吗？要你说。对，就是这样子嘛。其实还是转换到还是要跟我讲道理。拿是拿了。他让我做的事情基本上都去给他做了。是，听明白了，就是女生说事儿都办了，利利索索的办，你何必要拖，是吧？而且态度不好，是吧？后面跟他讲，他还会再跟你讲道理。我事情已经给你办了，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吗？你就是很麻烦啊。行，女生的这个账本我先听到这儿啊。你心里有账本吗？也就是这些小事啊。跟他有过矛盾的话。她就会去跟她闺蜜说，我就很不喜欢她这样，你干嘛要跟别人说呢？你看我从我男朋友这里得不到安慰，我还不能跟我闺蜜说得到安慰，那就很过分了。难道我要跟我妈妈说吗？我没有不安慰你吧？你就是没有安慰我。你看你现在还跟我讲道理，你听过我说话吗？到底？难道我这些事情要去跟我的家人说吗？那我家人肯定说。闺女你就不要跟他处了嘛，换个男朋友嘛。你也知道说了会这样。那我跟我闺蜜说，他们会安慰我啊。我没有只说你坏话，他就从我手机上看的，就刚好我闺蜜就发过来嘛，说昨天关于你说的那个事，我想了一下之类的，他就给我讲道理啊，讲了一晚上啊，我没有得到任何的我觉得让我心情愉悦的东西。你也觉得自己是做的是对的吗？我觉得没有毛病啊，我跟你讲不同。哎。你们俩谈了也有5、6年了是吧？对。你们有没有什么开心时光啊？挺多的。那账本里面也挺多的，除了这些小事情，其他还是开心的，要不然也不会在一起了。对。我希望他不要再跟我讲道理了，我不喜欢听道理，我就想让他安慰我。这个你跟他说过吗？说过，他挺过分的。我跟他说，下次吵架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就抱着我，你不要再跟我讲这些了。他跟我说。道理我都懂啊，但是我就是做不到啊！我不觉得我有错，也不觉得你是对的，是吗？能安慰你呢？是吗？说过这些事情就不是很大的事情，他就很小题大做嘛。因为我觉得我对他也还是很好的嘛。他平常睡到中午起来的话，早饭也不吃，我就做好了拿去给他嘛。然后他对我一般提的要求，就算我不想去做，我也会去给他做。比如出去玩啊，然后拍照。他让我拍的，我还是面带微笑啊，兴高采烈的跟他拍。拍完之后，我就跟他说我不理解哦，你们干嘛呀？这样好麻烦，拍那么多照干嘛呢？然后他就又说我给他，所以实际照也拍了你还那么不耐烦。对你来说难受在于说事儿都做了没落好，是吧？落不落好无所谓，你就不要再找我麻烦了，事情都给你做好了他说早餐那个事嘛，然后有一次就是他给我做好了，我送到公司给我的。我就分给同事们吃了，他就给我闹，我自己是没吃的，我真的吃不下去。我跟他说我胃口不好什么的，然后他说行吧，那以后就不做了吧，爱点外卖点外卖，我以后不会给你做东西吃了。我就觉得很委屈，我当时真的是没有胃口，我又不是说不吃，我知道就是他其实做东西挺好吃的什么的。那你跟他说过吗？说了，就后面我们都会就这些事情说，他又给我讲道理啊，你就不应该这样子，你不觉得你自己有问题吗？我到底问题在哪？没有胃口也是问题吗？所以他的好是什么呢？他的不好是不会安慰人，爱讲道理，爱抬杠不解风情。他的好呢？就是其实别人不懂我的点，他都懂。我真的挺像个小孩的啦。
他就是能懂我这些点，懂我像个小孩一样，也陪我做个小孩一样，我觉得挺好的。这不就够了吗？但是这些事情还是累积到一定的程度，我就没有办法解决，我也不知道是我对还是他对。我每次不是跟你争个对错，我是为了你好才去跟你说这个事情的。知道你对他好，你能换个方式对他好吗？我对他好了，他还……对，你能换个方式对他好吗？我跟他说了怎样去做一件事情，他会不受到伤害啊。我不用你记着我的好，但是我希望你不受到伤害。你听明白他那个点了吗？我能理解，但我不能接受。这可怎么办呢？我知道你对我好，但是我就是接受不了你的方式。我对你这么好，你何必介意那个方式呢？你也看到的是我一片真心嘛。两个人就顶上了，这到底应该怎么办？听听老师们的意见，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小李说我不要你为了我好，确实是你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他好，你的出发点是好的，但请你不要为了他好，请你只对他好。还有你说你希望你给他的这些道理是为了让他避免伤害，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吗？这些伤害远不及你在感情当中带给他的伤害大。女生有的时候要的不是你教我怎么去做，我要的只是你安慰我，因为人生的道路上谁都会摔摔打打，你不要给我讲这个过程当中我为什么会摔倒，我应该怎样站起来，你只需要在我摔倒的时候给我一个拥抱和肩膀，告诉我有你在就可以了。这就是女生的思维。而你呢，为了讲道理，你的出发点是说为了他好，但在我们看来就是在标榜自己的成熟和立自己在这段感情当中的威信，就是永远都是我最大，我说的是对的。而你这个信号传达出来一个最直接的一个感受是什么？时间长了你烦他了，因为你的这种无限制的讲道理处处在打压他，处处在说着3个字儿看不起。这么小的事儿，这么简单的，你就活该啊！你让他听到的这个意思，让我听到这个意思就是这样，你好烦这个女生啊！你已经没有任何的耐心听他去倾诉他心中的那些烦恼，你已经没有任何的耐心再去听他跟你说他那些委屈。你想想，你们刚刚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你给他讲的这些道理，是用什么样的态度，是用什么样的方式？你自己好好回忆一下。接下来对女生来说，其实你自己心里也明知道，有很多事情你就是矫情了一下，矫情的人是你，有小本儿要记他给你做的感动的事情加5分，确实这一些东西呢，就是推动我们感情往前走的这样的一个动力。但是如果你所有的事情都用这么明确的方式去记录，多了少了，多了少了，那你就是激发他对你的那种烦，所以这也是你应该反思的一个点。好，就说这么多，谢谢。其实我觉得女生挺讲道理的，其实她埋怨的不是谁对谁错，而是说她想要的东西你不懂。包括比如天气冷啊，你要给她带衣服啊，包括给她做早餐，其实你是觉得我对她好，对不对？但她其实她要的是你懂她的那颗心，包括她要的是你真正愿意心甘情愿的去了解他，他此时的烦恼，此时的不开心到底是因为什么？比如说他躲在了卫生间里1个小时，其实很尴尬很无助，当他第一时间想跟你联系的时候，你觉得他是想说这件事儿今后应该怎么去处理吗？不是，他要的不是这个道理，他懂，他会，此时此刻他要的是说你能体会到他的感受，而你对他的态度是怎么样，这些你没有给，你不懂的呀，而且你也不愿意去懂。你刚才说了很多，你说他是一个很麻烦的人，不耐烦，然后活该。他要的不是一个家长，不是一个导师，他要的是一个能够让自己在最受委屈的时候一个倾诉的人。而这个人你不能理解他，你就做不了他男朋友。别看每件事情你都对，但他也没有错。情侣之间讲的是什么呢？如果只讲道理，道理是很冰冷的。情侣之间更多应该讲的是情，感情是热的。一味的讲道理只能让这份感情凉却。该讲道理时讲道理，但是该体会对方感受的时候，一定要先体会对方的感受。就这样。
女生一直在掉眼泪，觉得挺委屈的哈。我说点好消息吧，其实你们两个的关系是亲密的，亲密在感情中的状态是非常可贵的。所以从大的方向来看，我认为你们两个的感情是好的。其实我倒是觉得刚才女孩说了一句话，说我像个孩子，我们俩相处都像个孩子，这听起来是美好的，但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孩子那一部分留在生活里很小的一个空间，因为我们不是孩子，我们必须要携手长大。我认为你们两个应该去规划更多的人生目标了。当我们把人生规划成一段一段的里程，我们现在要做的主要的事情是什么？我们为了这个事情去努力，也许你们就不会那么鸡毛蒜皮的盯着对方的一点点。其实那么愿意争吵是因为在意啊，真的不在意吵什么吵啊？但我们这么在意，就要找到方法，让这种在意不要变成疲惫，不要变成压力。所以我认为适合你们两个的方式应该是相对保有独立空间，还有就是制定生活的目标。我们什么时候结婚？我们的生活怎么规划？我们将来怎么对待父母？我们是不是该去做一些对未来生活具体落地的想法？这样当你们的路清晰的时候，不会再盯着对方的鸡毛蒜皮了。调整一下方式，未来可以过得更好，好吗？谢谢。在生活当中，女人总喜欢把大道理掰成小事情，而男人总喜欢把小事情上升为大道理。事实上，男人都喜欢讲道理，到了我这个年纪也喜欢讲，但你发现女人最不讲道理。所以后来你就会发现，你讲来讲去，其实这些道理她都懂。那我们于是就学会了闭嘴，学会了把一件事情做得更高效，让对方更舒服。你就比如说，我跟我老婆说家里的东西要整齐的摆放这件事讲了10年，没有用的。当她每一次用挑衅的眼光告诉你，我就不这么干，就喜欢坐在那儿吃着东西看着你收拾，到那一刻你会发现，最初你那种不能讲道理的无奈，这个时候变成了苦笑，最后苦笑又变成了一种甜蜜，这就是生活的小幸福。他就喜欢用得意的眼光挑衅的看着你，怎么样，被我磨平了吧？你们也迟早会走到那一天的。其实说句实在话，仔细的去想想我们男人讲的那些道理和逻辑，有哪一个逻辑不是有利于自己的？有哪个道理不是让你自己讲得很爽，但其实是大家都知道没有意义。道理应该讲给对手听，而不是讲给爱人听。你讲了半天有用吗？没有用，对吧？你讲完了之后他还不高兴，对不对？那就把道理收起来，该怎么干怎么干。而对于女生来说，你很难把她改变成真正的懂你心意的那个男人。他可能会变得以后会稍微有一点来事儿，但要是变得跟你心有灵犀，我估计他也不会。所以当你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时候，那你就欣赏他的另一面。最关键的看重的还不是他对你好不好。换一个特别会来事儿的男生，特别懂你，但阳奉阴违，对所有女人都会来事儿，你说呢？差不多就得了，好好磨合吧，就这样。先拉扯扯他呢？啊，可以啊。平时我哭啊，他都不太会就是理我的。场合不一样嘛，要学会鼓励嘛。然后还要给他点面子哦，谢谢。通病啊，你们这问题全天下男女都这样啊。你要的是我委屈的时候你给我安慰，我觉得没错哦。你要的是你如果听我的话，你会少受委屈，也没错吧？可是恰恰我受委屈的时候，你要按照我的方式给我安慰，是这个男生很难做到的。而你要求这个女生在她受委屈的时候听你的道理，又是这个女生特别难以做到的。那道理什么时候讲啊？道理在她高兴的时候，吹吹风，慢慢来。女生也一样，差不多就行了。这世界上有完美的人吗？我一听挺好的啦，又给弄早餐，又给端茶，又给递水，差不多得了啊。
别较那真儿了。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我就想说，还是很喜欢你的，但是既然都来到这里了，你也听了这么多，就按照我喜欢的东西再给多一点我喜欢的方式嘛。不要再问我为什么会做错还是怎么样，你就抱抱我就好了，要不然我就没有办法，你知道吗？我就难受多了，我就不想再难受了。道理我都懂啊，我是不希望你受到伤害，我也很喜欢你，你受到了伤害，我也会跟你一起难过问题就是你不做啊，道理都懂，就是不做，我就很烦这一点，你知道吗？我也做过，你不开心我也会陪着你的呀。你生活中会给我这样的地址，然后安慰我哄我吗？没有吧？以后你在台下如果也这么对我的话，多好呢。我不对的地方我会慢慢的改，也希望你不要太计较这些吧。唉，学会不说话啊！男人话多，像我这样就挺招人烦的，少说得了，不讲了。现在让我们一起打开君乐宝长知识了爱的记忆箱。这边应该是女生放的是一瓶水，这边是男生放的是一把钥匙哈，这都是什么寓意什么含义啊？啊，这是我家钥匙嘛，我希望他会在不开心的时候还是会第一时间来找我，想到我跟我说他不开心的事情。听你讲道理。我跟你讲道理的都是你没有听我，你自己不开心的事情我不会跟你讲的。所以要打破这种旧有的模式就得有改变，你希望那个你就给个台阶不就好了吗？好的，我会的。行，我会的。啊，你干嘛弄瓶水啊？就是平时嘛，我们俩就是也不会说特地出去玩，然后我们就会有很多小游戏啊，就比如说我们两个就在桌子上推水，中间换条线，水倒了就算输，我们可以玩一个下午。朋友啊或者同事啊，就会觉得这么幼稚。但是我就觉得能找到一个这么陪你幼稚的人也挺不容易的。所以呢，彼此珍惜嘛。所以就希望吧，他多记得我们之间好的事情。我没有记你不好的事情。你这讨厌不讨厌？你说我记下来了不就得了吗？哎呀，就是这样一个男人，看大方面。来，请回，请回，谢谢两位。来，请关门。来吧，看他们最后的选择，请开。我就知道那是爱，懂得你疲惫真的快，发现你总在将爱一点都说出来。哦哦哦哦，再给你一次机会娶我。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来，我们见证他们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没有谁能把你降临我身旁，谁是我的传说天使，为我能独占。没有谁能取代你在我心上。来，谢谢。祝你们开心吧，请回吧，谢谢啊，谢谢。要不是你出现。